大家好，我是车造泽远。那么最近呢，我改了3台宝骏的这个纯电的小越野。那么我的积木版、不正阳的户外露营版、李伟龙的这个硬派越野版，我自己这台已经开了2000多公里了。那么这条视频就回答一下我在改装过程中你们问的最多的几个问题：8万多块钱的纯电小车，它的续航以及自动驾驶到底好不好用？还有就是这2000多公里，我开这个车感觉到了它明显的优点跟缺点。好，续航之前先说一下咱们的变量啊，因为这3台都是改过的车，所以说肯定跟素车不一样。素车续航我心里有底，一会儿在车上跟你们来说。这台肯定是跑得最长的，因为这2台越野版都改了 AT 胎 ，AT 胎至少对于这个车会降低50公里的续航。所以说我这个是用的原厂的轮胎，轮毂是原厂的10寸。这个膜呢最多有20斤吧。侧面我做的积木风格的可以打开的金属的小书包，包括积木的挂板、侧挂小滑梯，肯定会严重的增加风阻。但这视频我觉得挺有价值的，因为原厂的官方商城呢，你可以选到这个同款的车顶镜架，包括侧滑梯，还有一个原厂的侧挂的小书包。如果你想选装的话，可以看一下这期视频，预估一下它的续航表现。刚才我把驾驶模式调到经济，动能回收调到强了，让小距离成清零。现在车上有2个成年人，咱们先奔趟北京郊区。咱们今天争取是高速路段比城市路段是7比3的一个工况。最后呢，去到我朋友的咖啡店，带你们看一台我给他改的比这台越野还小的电动皮卡。这个宝骏越野一共2配置啊，7万9跟8万9，续航都是标称303公里，它差1万块钱，只差在有没有这个自动辅助驾驶上。那么我觉得就花1万块钱尝试一下吧。这套大疆的智能辅助驾驶呢，在这种城市道路用起来，我觉得还是挺精准的。相对来说，就是它能识别到两边的车道线，你看车道保持、车道居中，能识别前面的车辆，就跟着前面的车去走。你打转向灯，它识别到左右车没车的时候，它还可以自动的去转向。有些人会问这个东西会不会不安全，会不会误判？其实我觉得你只要用余光去瞟一下这个显示屏。只要你看到，比如前面有个车，它在显示屏上识别到了，会有一个前面车的一个标识，那 OK， 就它99%也不会出误判。但如果你明显看得到，比如说边上有一个行人或者一个车，这个屏幕上它没有给你标出来，这你就需要注意了。开了2000公里下来啊，这套智能驾驶我也发现了一些 bug。首先，这套智能辅助驾驶它只能在时速80公里以下来开启。一旦我的速度上到了80以上，比如我在北京的5环高架上去开，它的限速是100，很多时候会超过80，这个时候就一下就退出辅助驾驶了，它连个定速巡航都没有了。这个我觉得，即使你目前的算力无法保证在高速上的时候有自动驾驶，你起码给我个定速巡航嘛，是吧？我觉得这个东西未来通过 OTA。希望能好好的去升级一下。然后第2点，你们谁能告诉我这个车为什么把最高限速限在106呢？因为它的电机是50千瓦，它比那个50宏光 mini EV 足足要大了1倍。而且在高速上开到106的时候，你明显感觉到它的动力明明还有，它就是直接给你限制了，不让你再快了。那个五菱缤果最近官方已经把它的106限速解到了120了。我觉得这个车下一代 OTA 的时候一定要把这个给解一下，因为在高速上106的极速跟120，它的通勤效率其实还是差挺多的。那么除了刚刚我说了2个缺点之外呢，其他的基本上就是这台车的优点了。首先动力是超过我的预期的，就是我在城市里一般开这个经济模式，我钻缝啊什么超头车已经足够用了。然后就是内饰整体的质感，我觉得甚至比这五菱缤果我觉得要好。它的隔音啊，再包括这个方向盘、中控台全部是软质的包裹，皮座椅，然后全部是电动调节，再包括中控这个屏幕，无论是清晰程度，还是语音助手，还是导航，还是地图，都是一个可用且好用的状态。就整体内饰给你的感觉呢，确实不像是一个8万多的小车。高速开完了，实际开了130公里，表显示还剩续航129公里。这个车在高速只能开106，只能走最右侧，还用不了辅助驾驶，确实有点难受。下边我们就是全程城市路段，把它开到我朋友的咖啡店里。在城里开，我一般把动能回收开到最强，因为这个车即使在最强档，它也没有特斯拉单踏板模式那么强的拖拽感，就正常开还是非常 OK 的。你看现在我时速50，我松一脚刹车，回收功率直接达到了20千瓦，就这么着一走一停还是非常省电的。
在这儿我不得不说，这个车的另一大缺点就是减震实在是太硬了。我在城里正常速度开，无论是过个井盖还是过井油带，感觉这个车都快要颠起来了，大大的降低这行驶这种豪华的质感。不过没关系，我们已经开始在研发基于这款车可以直上安装的可以变软的减震了。感兴趣的朋友呢，一定点个赞，我们看看第一批做多少合适。哎，现在到我朋友的咖啡馆了，已经跑了198公里，它表显还剩48公里，动力没有任何的减弱，看来应该是能跑250左右了。一会儿咱们接着跑。前面就有朋友咖啡馆，然后一会儿让他来看看这个车，顺便看看我给他改的比这个车还小的一个电动小皮卡。张哥，哎，这后边是之前我给张哥改的一个电动小皮卡，它专门在他这咖啡店门头，然后可以吸客。这个车还可以拿着去营地去摆摊儿。你看我这咋样？嘿，当时改完你这车，我就想着一定得整一个这个小车出去。哎，我得拍2张，嘿，这不是乐高吗？这是，关键这个车大小弄成乐高更可爱。对，这是我们做的一个，你猜这是什么？邮箱。啊，就假装邮箱嘛，但它实际上是一储物吗？对，它实际是可以，哎，你看啊，实际是可以，哇哦，打开，然后可以一个储物箱，一个储物箱，哎，不错不错。你觉得这车值多少钱？15。再往低了猜。12。再往低10万。这不到。还不大。对。这远处看，其实我一开始看没有看出来是贴的纸，因为它这亮度来说跟喷漆来说差不多。因为这是用的那个 PET 高亮的。明白。它是啊，翻下来是吧？对，这样。啊，很方便了。对，然后就可以上车。对，这。我到现在，我这是什么牌子啊？这是？宝骏。宝骏的啊。但这个就得上牌了，这车。是。纯电动汽车。对，你到时候拿这个弄一个小开飞车也可以。可以。等那什么了，到时候再拿这种车改。现在电量已经降到1%了，已经开始行驶动力了。我现在满油模式下只能到40多一点了。现在咱们前面马上到充电桩，看看最终能跑多少。顺利充上电了啊！现在装显示的充电功率是31千瓦时，这个车一共才28.1度电的电池，所以说在这儿从0充到100其实也用不了1小时，这还是挺方便的。这个车今天的续航表现真的让我有点惊讶，实际跑了232公里，其中有130公里是纯高速，还剩1%，所以说我觉得跑到帕沃的话，235公里没啥问题。其实我改之前速车的情况下，我跑的是230到250之间，这个成绩你们还满意吗？你们的宝骏越野实际能跑多少续航呢？在评论区咱来聊聊。